也特别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到你们的社交平台上，叫上更多的家人呢、朋友，一起来支持电影《射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上电影的主创，我们欢迎导演徐克、总监制傅若清、领衔主演肖战、庄达菲，特别演出梁家辉，主演张文新，特别演出梁家辉，主演张文新。今天也是阵容整齐啊！好，那我们先请主创们跟所有看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导演先来。各位朋友、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徐克，是《射雕》的导演。这里祝大家6天后到戏院一起看《射雕》，一步江湖。好，一步江湖已经跟大家有约定了。傅总。大家好，我是《射雕》的这个总监制傅若清。今天是中国传统的小年儿，我们也拜个年，祝大家蛇年愉快。大年初一去影院看《射雕》。好，肖战。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郭靖，祝大家蛇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演员庄达菲，在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黄蓉，祝大家小年快乐，大年初一一步江湖。大家好，我是演员梁家辉，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里头，我饰演的是西毒欧阳锋。加油10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恭喜！文心。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文新，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黄峥。在新的一年，祝大家蛇年大吉。谢谢文心。巴雅尔图老师。大家好，我是演员柏图，我在《射雕》里饰演的是大汉。祝大家小年好。阿如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荣娜，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扮演拖雷，祝大家小年快乐。大家好，我是饰演李萍的蔡少芬，我祝大家越来越好，看《射雕》更好。好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我们请主创们移步到座位上，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来，我把 A 大姐请到我的身边来。好，大家已经落座了，再次欢迎主创们的到来，要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那其实我就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傅若清副总，我们的总监制，其实今天是小年，距离电影上映已经很近了。电影还没有上映，我们已经创造了2个1，一个是春节档唯一的一部武侠片，一个是首部定档春节档的武侠电影。所以在马上要跟观众见面这个节点上，您心情怎么样？给我们分享一下。心情肯定是很激动啊。那个徐克导演带着这一波主创团队，大家都看到非常的这个出色，那么他们很好的诠释了这个影片，所以我也希望大年初一呢，能够给这个中国电影，用中国电影给大家奉上一个大餐吧。用中国电影给大家献上一段丰美的大餐。那这样，今天我们的拜年会呢，也做了一些小的设计。首先肯定是要给大家送祝福的，我们有好几轮非常实在的祝福要送给大家。但同时大家也看到了，就我们面前啊，有一个写着桃花酒焖鸡的这样的一个盲盒。熟悉射雕的朋友们肯定知道，金庸先生除了写了一个特别气势磅礴的武侠世界之外，里面也展示了非常多让人垂涎的美食。那我们今天桌上这道桃花酒焖鸡呢，据说是根据原著当中叫花鸡发展而来，我们徐克导演原创的，但是在影片当中实实在在出现的，是吗，导演？里面的很重要的个剧情哦，一个很重要的剧情，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啊，也是从这个很重要的菜品开始。一会儿我喊3、2、1，咱们大家呢就是拿起边上的小木锤，敲开这个盲盒。面前所有的盲盒当中，只有一个里面装的是真正的桃花酒焖鸡，其他的是跟我们电影相关的关键词。我们一会儿可能就这关键词就来聊一聊电影戏里戏外的故事，好吗？
准备好，那我们这轮祝福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借着这道招牌菜，祝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年胃口好。好，来，我们几位主创，请举锤。好，看看到底谁是阿如娜手举的，阿如娜要震碎桌子的气势，来吧，看看谁第一个发现自己手中的盲盒，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桃花九焖鸡呢 ？A 大姐这动作非常的利落啊。我是煮菜的人。好，我们看到吸毒欧阳锋已经用上了绝学，但是好像一直在缠斗当中。这边大韩和导演肖战、赵达飞，哎，还有我们的文心都已经纷纷拿出了。哦哇！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蔡少芬 A 大姐拿到了真正的桃花九焖鸡，是真的，是真的。您是好运气呀！对呀，我把那个好运气给导演，导演你要吃一口吗？谢谢，等一下我吃。给导演加餐是不是？我们也借着这个开出招牌菜的好运气，送给所有的主创，还有正在看直播的我们的朋友们。还是像刚才说的，过年老是说要吃好喝好，我们希望大家在新年里面胃口好。来，我们把这先放下，先把这道招牌菜放下。但是啊，我们这个招牌菜它也是有讲究的，它跟我们现场在座的人物相关。A 大姐能不能猜一下，就是它应该指向哪一位或者哪几位人物？桃花九焖鸡，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过，就是那个黄蓉妹妹为了靖哥哥来煮的，对吗？因为是江湖菜啊。对对，我老家的名菜。对呀，桃花岛嘛。所以很明显，这个桃花九焖鸡就是跟黄蓉和郭靖有关系，是吧？那刚才导演浅聊了一下，问一下肖战，这个导演说的如此重要的菜，对你们两人的关系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问他们。问他。好，导演点名了，来，肖战展开说说。那我觉得是郭靖跟黄蓉之间一个关系的一个纽带，然后也是他们之间独有的暗号。更加具体的，我觉得让蓉儿来说吧，毕竟是她做的。这是深得导演的真传呀，直接一个二传手，问题就抛过去了。来，蓉儿。更加具体的，其实更重要的藏在我们电影里。然后因为是直播嘛，现在还没上映呢，说出来的话就破了这个。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自己去从中发现一下桃花九焖鸡。蓉儿不光练了打狗棒，还练了乾坤大挪移，这一看有真功夫在身上。行，那我们回到那个蔡少芬身上，回到你饰演的李萍这个角色身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最开始看到剧本里面李萍的时候，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只看到的就是徐克导演，然后我就已经很憎恨了，我就觉得哇，很憎恨。不是憎恨徐克导演，很震惊啊，很震撼啊，爱开心。对，然后我就觉得贡献了新年的第一个爆梗，传出去，蔡少芬憎恨徐克导演。不是啊，讲漏嘴，开玩笑，开玩笑，不可能爱死了，我很爱，然后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角色，只要是跟徐导演合作了，就是我的机会，就是我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李萍是我后面才发现，我是演李萍的，好，奔着导演来的是吧？对，然后就知道自己原来儿子是那个帅哥肖战，所以我很开心啊。那真正演完李萍以后，你觉得李萍她对于郭靖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是很大的影响啊，她是一个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爱。很有那个侠义精神的一个女汉子，真的是一个伟大很有勇气的一个母亲，因为她在异乡里面把自己的孩子带大的一个母亲，可以一个女人怎么去把自己的孩子带大，那个真的不简单。尤其是她对过仇家恨，她都很记得很清楚，她把那个就是江湖侠情都交给孩子，就是让他传承下去。我觉得那个武器是很了不起的。她是心里面有家国大义的一个女人。对呀，对呀。那我看到预告片里面您的那个造型，是有刻意要找那个年龄感和那种风霜感吗？跟您以往的形象太不一样了。对，本来人家好美的嘛。但是当然要问导演啊。其实我们找李萍
不容易，因为我要找到一个让我感觉到他有一种侠气，跟他的这种很有这种气势的一个母亲，把孩子长大带大国境，这个国境之后面对庞大的局势，庞大的一个场面，那他母亲应该怎么样？而且在草原只有国境，跟着他妈妈怎么长大，他母亲告诉他什么，他就从草原到中原，一件一件事的去理解跟了解他的根是什么。所以这个母亲太重要了。所以想到最后，我觉得还是要演过女侠的蔡少芬才可以演。对，我在很久以前哈，我们好像是17年啊，跟徐鹤导演合作过那个《七剑下天山》，对，我是演飞鸿金，谢谢导演还记住，谢谢。那份侠义一直记到了今天。那我也想问一下，跟肖战是第一次合作吗？刚才你都说了，好帅的一个儿子呀，聊聊跟这个儿子合作的感觉。我就先说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哇，真的很高哎，哇，真的很帅哎，果然真的是很不错。然后他因为第一次见的时候，他是穿着那个戏服了，然后我们一起坐在那边聊，就是那个剧本啊、对戏啊这样，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男生，对，然后我感觉。他跟那个国境就是融为一体了，那时候已经对啊，因为我看见他的那种神情啊，那种大侠的那种风味啊，就味道啊，我都看见他很了不起，对，所以我很喜欢跟他合作，很开心能跟他合作。那在现场的话，你们会怎么称呼彼此？就是需不需要就迅速拉近一下距离，找到那种母子的感觉？现场好像我叫蔡老师就是叫娘。对，我在现场就叫仔。对，哦，所以就这个称呼一下就把两个人生活当中那个距离给拉近了。是的，是。那肖战说说对我们 Ada 姐的感觉。第一次见到蔡老师，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对，然后有蔡老师在，我觉得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的放松。但是只要一开机，我永远都会被蔡老师那坚定的眼神给打动。就是那一刹那，你就会觉得他的眼神里面有李萍所有的经历，跟他这些过往，他如何去教养郭靖的这些故事，都在他的眼神里面。谢谢。因为你们有很多那个情感很丰沛的那种重场戏，就是要靠演员互相给予的，是不是？那我觉得最给我们的就是导演，真的在现场里面，他不停地提醒我们要怎么把那场戏演得更好。对，我觉得在导演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会设计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到现场去演的时候，导演会给我很多的意见，我觉得这样好，然后到演的时候就很开心。是我们提的是郭靖跟李萍讲说，王蓉是他唯一的喜欢他爱的人。那我就问蔡少芬说：“你相信你儿子告诉你这个事情吗？”他就说他有他的意见，然后最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他相信郭靖是做这个事情。可是也经过一下这个他本人的一个心理状态啊。所以就是导演很善于挖掘演员本人和角色之间的那个连接。对吧？从本人的情感出发，然后过渡到角色当中，我们也很期待李萍这个角色。自从肖战演完儿子之后，就是生活当中会跟别人说：“我有一个儿子了吗？”他刚才跟我提说他过年回重庆，说因为我儿子是重庆的，我都反应了半天。我说什么时候？我说我儿子也是重庆人，刚好儿子你也是重庆人嘛。然后今年我过年呢肯定会在重庆看。对，看一个哇，那更有意义了。《射雕英雄传》对，然后我们一家人已经买票了，要不是买不到，完全买不到都满座了，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去买票，然后我就会跟我老公啊、孩子啊去看。我在香港的时候经常看见这样你的那些就是广告啊、照片啊，我走过的时候我就会跟孩子说：“你看我儿子啊。”然后我女儿说：“妈，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儿子啊？”
我说是啊，他是我儿子，而且很帅气，对吗？很骄傲，对不对？好骄傲！哎呀，好期待啊，在重庆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一起去支持射雕。我们也希望很多朋友们带着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到电影院，大年初一的时候去分享射雕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江湖情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巴雅尔图老师，您刚才的卷轴里面拆出来的是什么关键词呢？我们看一下。丐帮帮主，这您现场对您用麦，这现场对应这个词的是，听闻过，不所耳闻，威名也是传到了我们草原上了。对，哦，那我们其实大韩的军役里面有丐帮，他不知道，是丐帮偷进来了，是华筝让他们来的。这托雷知道，没有告诉你，所以你不知道丐帮什么回事是吧？你知道丐帮是在中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门派。只是听闻呢，不知道。阿瓦，华团，阿姆丹，不太熟悉的，真的。那你需要解释一下吗？有些人可以解释一下吗？我们来了一个丐帮帮主啊，正主来了。啊，你也没见过他是吧？在军役里面没见过黄蓉吧？没有。没有啊，见过还是没见过？没见过。不能讲啊，这个剧透了。见过，也许见过，也许没见过。天天见，天天见。那我们让达菲来聊一下吧。丐帮帮主这个身份对黄蓉来说其实是个挺重要的身份，他可以是就是比如说父亲或者金哥哥的蓉儿，他也可以是守城的女诸葛，然后丐帮帮主他可以一个人统领那么多的帮众。那你心目当中的黄蓉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我觉得黄蓉她肯定有因为丐帮帮主这个身份，变得丰富了起来，而且是肩上扛了更多的责任吧。然后，毕竟她要带领这么多的丐帮子弟，所以有更重要和正义的使命。丐帮的话，其实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占一个人多，大概有100多万人的一个江湖上的组织。然后我其实想了半天，我觉得可以称它为古代互联网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因为它是一个消息传达的非常迅速，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人，然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在我们的电影里，他们有丰富的性格呀、方言呀、功夫啊、身手啊，所以就可能门道比较多。所以消息传的也比较的迅速，比较五花八门吧，也很有意思。然后它其实里面有2个比较重点的，就是我们打狗棒法和降龙18掌。那打狗棒就是字面意思是打狗的一个棍子，但是之前也有跟导演聊，它其实是狗一般是用来驱逐这个乞丐的一个动物，当时。然后那这个打狗棒与其说是去打狗，其实是丐帮用来打驱逐乞丐的狗的主人。然后降龙18掌的话呢，就我们丐帮还是有高贵的一个精神层面的，然后龙是一个比较高贵的动物嘛，然后所以你有点像帮主的述职报告，年终了，来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帮对我们这个帮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大家要领会一下对，来帮主继续，帮主继续，对，就是2个比较重要的，我们对。刚才大家有事，江湖上有事可以找丐帮，传得很快消息。我觉得张达菲特别可爱，他一个现代的解读，你就感觉是丐帮是掌握了大数据的人，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啊。对，就是丐帮是应该是 IT 人物，现在 IT 吧。还可以这么现代的定义吗？我发现导演有很多这样的奇思妙想，就比如说我之前看采访，那个对于黄蓉，导演有2个解释，说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摇滚乐手。肖战也点头，是也跟你说过吗？是，同时跟我们俩说的。郭靖也是摇滚乐手，对，也是运动员。哎，那可以解释一下这2个词吗？你解释。好，其实导演为什么会是运动员和摇滚乐手？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导演曾经跟我们说过，第一个是摇滚乐手的话，是因为需要他的投入，然后跟他的热情，然后还有就是摇滚乐手一般都比较的有自己的风格，
对，简单的解释应该就是这2点。运动员是留给庄大飞了，是吗？没错。精神层面上是摇滚乐手嘛，内心的感觉。运动员的话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体能，因为我们是武功比较高的一个江湖人士嘛。如果要做大侠的话，身体上还是要跟得上，要有那种运动员的每天训练的那种身体，要有这个身体素质是吧？对。听说你训练的时候几度崩溃，是吧？我也有一些大数据掌握在手里的。哦，对。我导演，那就不讲了，好吧？我们就留在影片当中看最终的训练成果了，是吗？其实我觉得，我这样讲，其实也是一部分而已。我觉得，一个像射雕人物来讲，他必须要很浪漫，很有个性，而且我觉得摇滚乐手有个特点是跟别人他不会重复模仿别人，所以我觉得他们要有这么一个态度，这个演这个角色应该有这个态度。第二个嘛，运动员也就是说你出来也相信你可以跳水、游泳啊、赛跑，不那么一出来大家不知道你是运动员，我觉得就不是一个江湖的人。就是他举手投足应该已经带有那种肌肉记忆了，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件事儿。那也问问庄达菲，你觉得黄蓉身上跟你有相像的地方吗？有还是有吧。因为现在还没上映嘛，还是更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看我不敢说那个。你从开头掌握了这个话术之后，你不会整场就一直维持这个？以后喊到我就是走进电影院。没有，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潇洒、很自由，然后有自己独立精神的一个女孩。然后跟她自幼生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嘛。桃花岛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造就了一个她这样的性格。然后包括有时候她其实是有一点反传统的一个女孩，但其实她内心有自己对正义的一个判定和规则。对。聊聊跟戏里面这个演员们的合作，因为我看好像是你跟欧阳锋之间的互动是挺多的，是吗？对，因为他也不能说，不是，你是来之前导演到底嘱咐了你什么？对，因为欧阳锋是一个双重身份，他在幕前是欧阳锋，幕后是他就在剧组里面什么都关他事。对，他就到处跑，然后没有他通告他也来了，然后站在这个他们旁边就是看他们演戏。哦，那会给你们压力吗？不会，嘉辉哥平时特别的可爱和和蔼，然后他会去告诉我们打戏的一些要领啊，然后要注意安全呀，然后这场戏人物的内心啊，就会聊得很开心。但是电影里的话还是挺吓人的。为什么？我懂了，我知道你的回答了。为什么吓人呢？我一问，我知道庄大飞说，大家就大年初一到影院去自己看一看吧。好，我们也把很多的悬念留给大家自己直接直面电影去解开它。我们也期待庄大飞塑造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黄蓉，好吗？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家辉哥，您抽到的卷轴是安达。对，您知道片里边这个安达的意思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安达就应该是兄弟的意思。在我们这个电影里头呢，其实包含很多的不同的情感，母子情感啊，家国情仇了，包括他们草原上长大的一群小孩了，而且某些就是义父跟义子的关系啦，还有跟郭靖一块长大的兄弟们，其中一个还是带着他长大的安达，对吧？对，其实对郭靖来讲，这都是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这个戏的名就叫侠之大者，可能郭靖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气质，有这个底气，但是呢，其实通过他的整个生活，包括我觉得他母亲对他的教导啊，在草原上长大的那种气概啊，
一直到后来他遇到王蓉以后，重回中原的整个过程，都让建立起郭靖这个大侠这个人物，所以其实我看了这个《齿轮安达》嘛，其实我有点羡慕因为在戏里头我演的欧阳锋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最大的朋友其实还是他自己，但是他最大的敌人也是他自己，所以我就是一个我看到这个词。所以我现在每一次见到大汉，我都会安达，跟他打招呼，安达，企图攀一些兄弟关系。很羡慕这边郭靖可以拥有的这种兄弟情哈。对。那我想请教一下大韩还有阿如娜，就是安达这个词儿，蒙语发音应该是什么样的？就这么念吗？对，但是念得快一点，就安达。安达。对，后安达，家辉哥得学一下，这样见到大韩才说正宗的。安达，你俩这真像对暗号。我听的好像爱的是吧？对，安达或者是安大。安大。那它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兄弟哥们儿，但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胜似亲兄。对，就是兄弟哥们儿安达，就是这样。那你在剧中的安达，今天也在现场嘛，对不对？安达，真好。安达，也建立起了安达的感情。有，当时我们一直在内蒙，在北京拍，还是很开心的。特别开心。主要是我跟我安大，还是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们我能看到他每天在到处飞，对。他特别每天到处飞，对，因为拍的时候要吊威亚呀。我就每天跟他说，我安达又在飞呢，我安达又在打呢。说阿如娜，你安达呢？在那儿。那你会羡慕吗？他这种飞来飞去的这种？我反而其实是演这个角色之后，我是真的有点心疼他，对，羡慕到，那当然羡慕了，但是我最多的还是心疼他。因为他确实是最辛苦吧，我觉得是因为他一边要说蒙语台词，对，这个是很辛苦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难关要过，是不是？肖战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接触蒙语的那个过程。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蒙语的那个台词的时候，我真的完全看不懂。因为它完全是另外一门语言，所以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的。对，那你想什么方法能克服这个事儿呢？就练习嘛，就像导演刚刚说的，形成一种肌肉记忆，无论是动作也好，还是语言也好。对。可是我们经常会说，就是用另外一个语言来演戏的时候，其实对你那个情感表达可能会有一点隔膜，对吧？比起用母语，那你怎么克服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得在私底下练到。完全忘掉这个隔膜，对，就是先用普通话先演一遍，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先演一遍，然后在那个台词上面把一些情绪的一些转折先记下来，然后再用蒙语，然后相应的去对应上去，然后这么练，对。会想出好几种不同的情绪层次来，是不是？会。那我们问一下阿如娜和那个巴雅尔图老师，现场听到肖战的蒙语，你们感觉怎么样？其实我当时感觉最深的是2场戏，就他不用说，其实站在那儿，我们俩眼神一对视，我能感受到。其实他的就是我怎么说呢？我从进组我们俩拍了之后，我一定要首先把我们俩要成为真正的安达。角色以外也是想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我记得是我们俩在还有那个达菲骑着马，我在那个哲别在对面，那个是我特别难忘，我特别难忘。还有一点是他要走，然后我在那个塔上面，我看着这个就是我的安达了。这个戏完了之后也是我安达，就那样感觉。
就是已经超越了语言之外的那种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了，是吧？哎，那我说到你的这个拖雷的这个角色，就是演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吗？非常大。我甚至我第一个是很激动。因为你看徐克导演的电影嘛，就是我们这演员能参演到徐克导演的这种电影是值得，一辈子就有可能就拍不到。但是紧接着来的是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扮演的是拖雷，我如果演不好，那我的同胞们怎么看？但是我最终我听了我爸爸的，对，因为我没有选择，就是我没有那种强烈的我要演，没有，就是我爸，我就给我爸打电话说爸，我要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我本身也是，我的家族也是拖雷的家族的，对，所以就更加难。那我爸就说，儿子，这个你一定去。其他所有就是演的角色，我爸没有那样的，就是表述过，哎，这个好没有，唯独这个角色，我爸就说你一定去，所以我就来了。所以你是信博尔纸巾啊？对，我是博尔纸巾。哦，哇，那就有一种冥冥当中的缘分的感觉。对，这个很奇怪。然后我我多说一句啊，有可能啊，我特别感谢这次的这个相遇，大家一起的，我在演这个射雕的时候，我又有了我自己的女儿，就这个是一切都是刚刚好。恭喜恭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那我也想听听肖战评价一下你的这位安达。你知道他之前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不好惹吗？就他看起来就是不好惹的样子。那咋办？怎么破冰？但是一旦熟络之后，你会发现他很逗。其实很好。我很喜欢奥娜，因为她很真，因为她平时，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城市人啊，我不是说她不是城市人，不过我们习惯的那种讲话相处都带有某种程度是有一半是客气，可是奥鲁娜就很直接的，她有一次在我们的指挥部讲说，哎呀，我说这样做不大行。他说是啊，我说，哎，你这个不要讲话，因为我们内部在幕后在讲话，你的作为演员不要讲话。所以我很挺喜欢这种性格。很率真，然后心里有话也不藏着掖着，就直接说。而且常常我们拍戏，他跑进来坐着看我们拍的嘛。这个，我注意到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指挥部，是吗？这个是你们内部的一个术语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叫，就是我们一直来这么久都是叫指挥部，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里面，这个制片啊、副导啊、美术啊、后期啊、剪辑啊，跟一些应该出现的人都在指挥部里面，所以我们一讲话他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刚才没有听到肖战对那个阿如那后面的评价，后面印象转变完了之后呢，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他很有趣，然后很风趣，然后以及像导演刚刚说的，他很直接，他认为有什么他觉得不 OK 的点或者怎么样，他会直接说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对戏的时候，他会经常会说一些自己的感受，然后这样去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角色跟这场戏，特别好。我们也期待这对安达在戏里面的这个化学反应，也期待阿如那塑造的这个拖雷的角色。爸爸妈妈现在是不是也特别期待，赶快进影院去看？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啊！这又是一个要一家子整整齐齐去看电影的，是吧？这部电影是我一定带着，必须带着，就是全家人一起去看。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副总您手里的卷轴。降龙18掌，降龙18掌，帮主熟吗？帮主这词儿，刚才才提到是不是？对。我觉得想请副总聊一聊，就是您跟射雕这个故事之间的这个渊源，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故事？然后也想问一问郭靖这个角色，在您看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片子，这个就是要拍射雕呢，实际上是我们
当时是因为去年24年是金庸先生100周年嘛，当时我们就是去谈了这个电影的改编权以后呢，就特别希望能和徐克导演一块儿来把这个影片给它呈现出来，而且这个是当仁不二的导演选择，而且徐克导演对这个《射雕》也好，还有《神雕》也好等等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这些小说呢，也理解特别深厚。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希望能够把武侠片能够给它带回大银幕，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华武学它所带来的这种侠义的东西。那么要说这个对郭靖因为年轻的时候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实际上对郭靖就非常敬重，因为他是一个掌握了很多武林绝学的这样的一个很有功夫的大侠。那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特别这个有定力的，而且有韧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侠客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影片呢，徐克导演把它诠释的特别好，就是在选择这个侠之大者这块儿，他确定的这个段落，也是这个《射雕》里面他非常有分量，展现侠之大者非常这个准确的这一个段落。郭靖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种不改初心，又能在关键的时候爆发巨大的能量，然后始终如一的体现了这种侠之大者。所以呢，整体的这个从选择这个影片到最后来呈现，我觉得它是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的需求的。那我也问问肖战对于郭靖的理解。我认为郭靖是一个心怀大义，然后同时又是一个内心很醇厚，然后至纯至真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在饰演他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是我想去摸清楚他内心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刚刚导演提到的他成长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他周围长大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在他成长的路上帮助到他。对，所以我一直想探究一个究竟。那就是从走进他，然后最后真正变成他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这条线索了吗？你感觉自己找到这条脉络了吗？当然，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其实就已经给出了这个答案。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刚听到一个消息，其实郭靖是金庸先生最能带入的一个角色，他自己说自己是郭靖。很有代入感的一个角色。因为他说他讲话跟反应都比较慢，所以他很像郭靖。不过他也做了一番事业的。那我问一个我个人好奇啊，可能大家也会感兴趣的，因为降龙18掌嘛，是郭靖身上最负盛名的一个武功之一了。咱们影片对于呈现降龙18掌这儿是有特别的设计吧？非常期待会怎么样呈现。问我还是？先问您。导演。我觉得我从小时候拿的本小说就很想知道什么叫降龙18掌，什么叫九阴真经啊，什么叫蛤蟆功，因为这个东西在小说里面看，觉得这要脑补很多东西进去才可以，真的是看到一个画面想什么样。那我们常常说降龙18掌，它有这招式叫什么，它的威力是什么，正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很难用很细节、很具体讲出来。所以这个戏在筹备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要解决就是九阴真经是什么，降龙18掌是什么。所以在筹备过程里面，我们都有降龙18掌的招式跟它的动态，跟所以它初级的特点，跟它的所谓的这个威力，跟敌方这个对手打的时候，对手怎么样可挡不住他这一招。
都在考虑当中。对对对。那这个郭靖应该知道。哦，那我们就问郭靖了，现在可以问郭靖了哈。对。这个招数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吗？就是它最后成型成我们在影院能看到的这个招数的时候，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最后那个惊喜我们留在影院看，我知道。已经摸清我们的套路。那我想说的是，导演针对每一掌其实都有一个新的理解在里面。具体是什么样子呢？好，我可以透露一点。进攻的路径不一样，然后进攻的敌人发出来的招式不一样，这些掌法都会有不同的功能性跟改变。那我再大胆的问一句，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招？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比较了解的，可能什么神龙摆尾呀、亢龙有悔，导演有没有新生发出来一些招数，是我们可能没那么熟悉的？可以。你说吧，你现在弹幕都在跑了，说快，这个江湖上只有你会降龙十八掌。好，说一招吧，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地阳触翻。对，地阳触翻，它是一招不算剧透吧，近距离攻击的一套掌法。因为我们在设计动作场面的时候，常常降龙十八掌都是有距离来打的。这个地阳触翻的，它这个特点是很近距离，就等于是在它的很靠近，物理上很靠近的距离里面出掌，所以就它的招式是用自己的全部的力量转过去。哦，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作为他的对手，来自于白驼山的欧阳锋先生，那个有没有感受到过降龙十八掌的威力？家辉哥，他可能不知道那一招是地阳触翻哦。对，我都不知道，他跟他过了很多招，但是不知道哪一招是哪一招。今天终于知道。他懂得武功太多了，而且太杂了，所以在跟他对招的过程里头，其实很难分辨他哪一招是降龙十八掌，哪一招是其他什么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所有学会的拳法、掌法、腿法都运用自如，那所以跟他过招的时候，其实有某一定的难度。而且欧阳锋的这个人物设计应该是比郭靖高很多的。白驼山上面下来的高人，结果在现场发现，原来他才是白驼山下来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您跟肖战合作完以后，对他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也是第一次合作吗？非常专心一致的去进入这个电影里头的这个戏里头。以前不认识他，只听说过他。但是从开镜的那天开始，我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努力。其实他在整个合作过程里头，我发现他是越来越贴近我们想表达出来的那个郭靖大侠。他温文有礼，他很盎直，但他在盎直当中呢，他有某一些的灵活。看到他在现场练习蒙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努力，他不停反复的去练习蒙语。我有时候没有戏的时候，我去现场我就看见他在一直在念念有词，是不是？哦，原来刚那天拍的是他那天对大汉告别的一场戏，所以他要讲一大段的蒙语。那天觉得他很辛苦，我也不敢去打扰他。但反正他这个人就是，你接触的越多，越喜欢他的一个小孩。很高的评价。那我想问一下肖战，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一个大的挑战是要找到郭靖这个人物的脉络，然后阿如娜也讲了蒙语这个台词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想问一下，动作戏上这次的挑战是不是也很大？动作戏对会有很多的武术动作，对，都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也没有接触过的。导演他会设计很多就是指向性很明确的动作，
其实有时候在现场会反而帮助我去理解这个招式的来龙去脉。对，比如说呢？比如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设计一些比较繁琐的、看起来很炫酷的一些动作，但是导演他有时候会很精准的，就是比如说3套就完全就可以让观众跟你理解这个动作的精髓在哪儿。对。阿如娜已经看出我的套路来了，是吧？我说，比如说的时候，阿如娜瞬间 get 到了我的意思。哪3套啊？哪3套？具体你哪3套？看，这就是2个很好的主持位，是不是，阿如娜啊？那具体哪3套？那就是大年初一大家一起也去电影院看啦。漂亮。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揭晓卷轴，到导演了。导演卷轴上写的是草原公主，哎，认领一下吧。来，哥哥已经在边上给你制造那个人工烟花了。来吧，我们的草原公主。草原公主是在小说故事里面是在国境回到草原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人。可是我觉得，当我觉得这个华筝怎么样是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出现的时候，我在想说，华筝是在草原长大，她是大汗女儿啊，她的兄弟都这么厉害，看过千军万马，而且在成长过程里面见过很多别人没见过的这种很怎么说，很要求他勇气跟他的视野的这种场面。所以他一定要有这种勇气跟眼光来作为大汗的女儿。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人物一定要很浪漫，他不能够只是一个只有勇气跟他的有眼光，他还看起来很浪漫。可是缺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在感情的他的这个路上是一个完成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这个人物在观众心目中还是很深刻影响的，所以就是所有就具有这些条件的这种剧情都要摆到这个人物身上，然后也就是同样谁来演这个角色。当时想了很久，找了一个第一次演戏的这个张文兴。为什么是他呢？因为我觉得，也就是我说的，每个人物都有很特别的一个性格，而且一眼看下去，就记得他是故事里面的什么人物。是让人印象深刻、有记忆点的。那文心一直没说话。草原公主，你说说吧，你理解的华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她对待事情就是非常的简单直接，然后，当然就是遇到了黄蓉嘛，我觉得对她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对，然后黄蓉等于说帮她打开了一扇封闭的大门，因为她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草原上，其实有很多东西她没有见过。然后黄蓉来了之后，他就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就是很有趣的地方。然后渐渐的也发现，就是彼此2个人非常的互相欣赏啊什么的。女孩子间的惺惺相惜，是不是？那文心，我想问一下，你本人是哪里人？我是河南人。对。哦，对，而且的话，感受上也是你的性格跟华筝是不是多少还是有点不一样？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就是往内收着，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很慢热，就是可能大家熟了之后，我就话就会变得多了起来。对。那你怎么去找到华筝这个角色呢？在你身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前期的训练也好，然后包括跟导演沟通也好，就是大家都在慢慢的去摸索这个状态，然后。包括之前在导演的一些课程上面，然后有一些练习也帮助到我去找到这个人物的方向。比如呢？比如，你看，就这套话术我也会。
比如每一个都要看一下导演。导演，你看我的主持搭子，你要开始帮我讲话了。对，比如哪些具体的训练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找到人物？他是不是这一行的嘛，所以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去找他，我收到一个视频是，他根本上就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好像在门口拍的时候没有进去，开了门对话之后就关门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至少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后来就慢慢去接触他，看他是什么样，然后让他来做一些训练嘛。这个训练其实是你们2个以外的训练，是他是在更早的时间，我有一个演员的，像是叫做不叫训练班吧，叫做什么？叫做辅导工作室之类的，是要做一个练习，怎么样去开放自己，去跟一个人物变成合一的一个方法。因为在过程里面常常会说，其实人不是这么简单，你是里面的心理挺复杂的，你慢慢去了解自己之后，你把握这个人物要好一点。所以当他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好奇，看他到底学的东西用得上还是用不上，这样子，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你当然说用得上啊，一定是用得上的，真的用得上。你是也进行了很久的这个动作训练是吗？对，我们3个一起，然后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那个训练强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每天要练多少个小时？你们都练了些什么？我们有骑马，然后还有武术的训练。对，每天大概有一天，可能上午、下午分开。对，你们里面谁最卷？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努力，就是没有说，就是我觉得大家。那你这样，你具体说一说，比如说大家都是怎么努力的？先从那个肖战开始啊，你观察到他的努力是什么样的？他就是在我们休息的时间，也都在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对，就是其实大家看到对方在训练之后，都会想要自己更努力一点。就不想让自己落下嘛，对吧？这种好胜心一下就卷起来了。那你再说说达菲呢？我觉得他就是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吊威亚。对他真的，我觉得就是学得特别快。对，包括记一些招式也记得都特别快，有动作天赋。对，我很羡慕，因为我是边记，我的脑子要想呀，就是我会反应不过来。对。所以我得努力才行。但是3个人形成一个小团体之后，大家彼此之间就可以互相促进一下，是吧？是的。达菲跟肖战也评价一下我们文心，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包括跟他对手戏的过程当中，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文心很妙的一点是在于我自己的跟他接触下来的感受啊，我觉得他本人是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对，所以他本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文静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但是当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她跟华筝就完美的重合在了一起，就是那种化学反应就让你意想不到。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然后非常飒爽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但是她私底下其实是很文静的这样的一个女孩，这种反差感让我觉得很奇妙。对，达菲呢？达菲觉得，好像听说在庄达菲同学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文心加入进来了，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身边有个小伙伴了。对，我也觉得他其实是一种反差感，因为他私底下会比较安静吧，算是就是话会比较少，然后但是在电影里出现的时候又很飒很帅。我是真的由衷的看的时候说了一句哇好帅，对，很飒的这种感觉。谢谢。哎，你看，越是现场这种反差，到时候在电影院看到以后，你就会觉得更有惊喜。那我们托雷，托雷正在热心助人当中，给大家发水啊。对，阿如娜觉得跟这个妹妹的对手戏多吗？哎呀，哎呀，这个问到了。有一场，就是有。这个可以透露吧？反正有一场，具体哪一场我不说了。不说，对，电影里看吧。但是还是很好的，很棒的，感谢导演。
谢导演。其实谢楠这块儿吧，我就特别敬佩这个徐克导演的您说独到的眼光，因为我记得，包括他们3个年轻演员当时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们还觉得哟，特别是这个庄达菲哈，他们当时后来我记得我后来都看过，还有就包括看肖战也是，他那个眼神和那个状态，就让我觉得，哎，这个导演选择的太棒了啊，特别贴合角色。那这样，我们继续从肖战开始揭晓你的卷轴，好，来看一看你会抽到对应哪一个人物的关键词。蛤蟆功，宿敌上线了呀，这是。那我们就把这个关键词对应到家辉哥这儿了。刚才其实也说了一些对于欧阳锋的理解，您的角度的理解。我记得导演之前采访是说过，就是他很喜欢在戏里面给你一些特别的角色，因为您总是能有不一样的那个表达跟演法，给到他惊喜。那这次这个欧阳锋对您来说，更创新一点的、更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其实对我来说，这次又一次真的走进这个武侠的江湖世界里头，而且是很真实的，跟我以前看小说的时候所想象的，当然有不同，啊，但是回到就是，反正欧阳锋的整体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到电影院里头去寻求答案，啊，但是呢，回到刚才他们3个年轻人的训练过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听说他们在训练，在什么，没想到到现场以后，就因为他们都见过我，完了以后他们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是不止一个欧阳锋，是有很多很多的欧阳锋在等着你们，所以他们就加倍努力，好像甚至于连重量的运动都给练上，没有，因为他们确实在戏里头有大量的动作，包括骑马，尤其是华筝，她在草原上，她是第一个骑着马出现的女孩，那场戏也是一项，我一直在现场的。怎么拍，怎么样啊？但是他这个出场呢，也引起我们故事后面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问题。你竟然把一个情敌带回草原，啊！所以现在好像我说的乱七八糟，但是还很多问号。不，您反而是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啊！是希望现在在看的观众的时候，能够在大年初一到电影院里头找答案。那也问一下，因为上一次对您跟徐克导演合作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座山雕那个造型，这次欧阳锋的造型上有什么突破吗？没有啊，威武啊！我觉得我的造型很威武啊，很威武啊！从高度上、宽度上。体量上，整个给人压迫感。都是最威武的。当时在剧组里头，我看到大喊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完了，输了。哎，没想到后来我一站出来的时候，原来我比大喊高哎，比大喊壮哎，所以就觉得很威武。所以有的时候这种造型会帮助演员更相信角色，进入那个情境里面。对。你一穿上戏服以后，一上了妆以后，你简直就是，戏里头的那个人物。而且周边的人，这真的都就反正让我走进另外一个世界吧。像平行时空一样。不是一个拍摄现场。那我也要问一下，就是这个蛤蟆功，像刚才徐克导演也提到了，一定也是花了很大心力来研究的。您能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吗？这一次的蛤蟆功，您的功法有什么特别的？最厉害的招是什么？那蛤蟆跟田鸡、跟青蛙，都差不多，唯一的不一样呢，就是蛤蟆是带毒的，所以这个蛤蟆功，发挥在吸毒
这个角色上面，你想一想有多毒，而且不止一个吸毒。您这话怎么感觉进角色了？不止一个吸毒。光在我身体里头就有2个，现场有更多的吸毒的存在。呀，那我问一下宿敌吧，肖战这边作为郭靖感受到的蛤蟆功，您肯定对他有研究。很毒。很毒。非常的毒。哪招最毒？蝉气吼海。刚才那个词儿叫低阳触帆是吧？现在叫蝉气吼海。我回去查一查啊。怎么说？这招厉害之处在哪里？好，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说一说，在吸毒使这一招的时候，它会释放出很多的毒气。怎么样？就说完了。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你也不能剧透。我还想深入挖掘一下呢简单明了。好，那就还是到影院去看，是不是？家辉哥有要补充的吗？家辉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反正每一个他们在现场碰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吸毒的存在，释放很多的毒呢。有一个笑话，第一天看到肖战的时候，就是我有句话要跟你说，因为我现在走了，我收工了我说接下来你自己也小心一点。怎么吸毒突然跑到火车来？我说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动作戏挺多，你也要多注意而且动作戏开始的时候，已经天气开始寒了我说你要多注意身体，提防中毒那我就走了。但当时还没有感觉到我赋予他的暖意他可能就找一个来警告我，用最狠的话，用最狠的语气说了最温柔的话。主要是上来一句你小心点，定了调了是不是？我想说怎么得罪了梁老师呢？结果发现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关怀。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揭晓卷轴，来看一下达菲手中的是金刀驸马。金刀驸马这个要交给大韩来解释一下了。巴雅尔图老师，金刀驸马，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大韩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金刀驸马？您用麦。金刀驸马是蒙古历史上传统的一种习俗，就像拿现代来说，就是叫什么呢？至尊会员。至尊会员直接就进入了至尊会员的门了，就是就是这个皇室的大门就向你敞开了。对，就是那金刀驸马。这也确实是历史上。现代人理解的话就是这意思。就是那您觉得郭靖这个男孩身上他有什么特质，能够让大韩当时一眼看中他，觉得我要把华筝许配给他？郭靖是一个，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在草原上。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充满了正义感的，他的正义感是从骨子里的，骨子里出来，所以是大黄非常喜欢他。他作为您的义子，您觉得跟其他的几个儿子有什么不一样？更亲近我。情感上更亲近您是吧？我们问一下现场的演员，看到大韩的那个妆造一出来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的？Ada姐是不是也有跟大韩的对手戏？远远的。对，我坐在马上。好，其他我就不敢说了，在戏院里面看吧。阿如娜呢？作为拖雷王子，我一看真的是我心目当中，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老师演过那个可汗。我们一直就也是演得太好了，就一直脑海里就是那老师的画面，就是但是就像那个巴老师演这个可汗角色，我是真的是完全打破之前的，是另一种，我怎么说呢？我想想词穷了，现在就是另一种可汗，因为之前的可汗是那种就是
稳稳的，就是那种威严的，对，很威严呐，把所有的威严呐、说话语速啊怎么样啊？但是巴尔老师不是，他就是个可汗，但是他就是从那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他该急的时候也是急，该那个缓过来也是缓过来，就是有很大就各种起伏啊。比如说他生气的时候，那个就一句话，那个一喊的那个就在那个城墙上，明白，对，城墙上有一句喊，我都吓了。我很少怕人，对，但是我那一喊，你觉得他才是不好惹的那一个？对，我这个。阿如那是非常有语言艺术啊，他一个字没说去影院见分晓，句句都在说去影院自己看吧。哎呀，厉害，厉害，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揭晓卷轴，是不是到我们的草原公主啦？文心。好，7张机，文心了解这个词牌。我记得应该是黄蓉给郭靖的，哦，对写的，然后就是特别应该是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然后黄蓉写了一首词给郭靖的。哦，那我们就请静蓉二位来解释一下这个词对于你们俩的关系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点呢？7张机确实是蓉儿送给郭靖的词，其实是在2个人感情阶段上面，我认为是产生误会跟矛盾的时候，然后它出现了，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关注射雕啊，就是静蓉争这3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一直以来就津津乐道的一个点，很重要的感情线。但是我听说导演这次好像在2个女孩子之间的情谊上做了很重要的一个描写和扩写，所以想请那个黄蓉跟华筝2位聊聊，你们彼此眼中对方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是黄蓉见到了一个跟自己生长在这么不一样的环境的一个公主吧，有相互欣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再多一层的话，就其实是因为她救了我，所以我对她肯定还是有非常的感激的这个情感在的。华筝呢？觉得这一次2个女孩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她们2个的关系可能跟我们现代的女孩子之间的那种有点相像，就是彼此帮助，然后彼此欣赏的那种情感，对。然后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形成了一种羁绊。对，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吧。明白，都懂啊，心里都有，知道。那也问一下，因为其实这2个女孩是出现在郭靖不同生命阶段里面的，陪伴他度过了不一样的时光。那这2个女孩对郭靖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肖战能不能解读一下？我觉得华筝的话，其实是兄妹情，从小一起长大，其实看她就像看一个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然后很照顾她。对，那对于蓉儿来说的话，就是知己。我觉得她有着郭靖身上很多没有的东西，对，所以她也能懂郭靖的在意的一些点，所以我认为是知己。而且可能在郭靖刚刚从草原回到中原的时候，他是你接触中原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一个入口，一个引领者和帮助者，也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在郭靖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期待这一次3个人全新的关系不一样的展现。那最后看一下阿如那，你的卷轴写的是什么呀？不着急。桃花岛。桃花岛，来，我们请阿如那给我们描述一下桃花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桃花岛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认为是有很多花的岛。说的讲的对，是不是有各种花岛？但是我是从就角色上啊，我是从这个从小在草原上长大，那桃花岛估计是，另一个神界，那个叫什么界？仙界，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对吧？哦，那我们就请那个郭靖和黄蓉解释一下，桃花岛这次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角色？你的家乡是我的家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家乡吧。我长大的地方也是，让黄蓉如此自由和也是一个很辽阔的地方。然后其实可能在外人来看，它是暗藏玄机，然后
有很多的机关和危险，然后也存在很大的江湖纷争。但对于黄蓉来说，它还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家的存在。那可能对于郭靖来说，我觉得桃花岛是让郭靖跟黄蓉，有了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但同时也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郭靖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存在吧。桃花岛，导演觉得回答的怎么样？有讲出了您心中对于桃花岛那个定义吗？先生写桃花岛的时候，他有很多想法，我相信。我觉得就等于是桃花岛，一听就觉得这世界绝对是个，是一个这个跟外界隔绝，然后是一个完全一个个人空间里面活得很开心，而且这个所有东西都完美。可是偏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东西，桃花岛上也有很多很跌宕的剧情跟很复杂的江湖的那种角力在里面。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岛在哪里呢？在江湖上是很少知道怎么去到这个岛上，但是故事里面却有很多人上了岛，而且上了岛还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也就是象征了金庸先生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安乐的地方，你躲在哪里去，你总有会碰上江湖的所有一些复杂的事情发生。所以可是讲呢，郭靖会常常问黄蓉说，你为什么要从桃花岛出来？你会不会回桃花岛？在过程里面其实有一段戏，现在这段戏是简化了，是这个华筝问这个郭靖，黄蓉是哪里来的？那郭靖说他从桃花岛来的。那桃花岛是什么地方？郭靖从他的了解去讲桃花岛，然后华筝说，我真有希望有一天到桃花岛上。那桃花岛就是一个我们金庸解读一个完美的世界，也是一个有很多故事发生的地方。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射雕是这个春节档唯一的一部武侠片。刚才副总也说了，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从当中唤醒自己对于武侠的那种热爱，或者让更多新的朋友看到现在的武侠片是什么样的。那也问一下副总，您怎么理解武侠这个词儿？简单词汇上想的，武侠既有武学哈，武术武学，同时又有侠义的这个气息。那么侠字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特别向往的，它是一种为人处事的这种精神境界啊，它又代表着为家为国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扶危救弱等等的这种特别真性情的。那么在《射雕》这部影片里呢，我们想它传达给观众的呢，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也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观众呢，他都能够被唤起的中国的那种武侠精神的那种血脉的和情怀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意蕴呢，对这个整个观众还是能够带来很大的这个冲击力的。还有一个小彩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听说这次中影使用了自己全新的一个动态新场标，是吗？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也是就是射雕这部影片的创作以后呢，我们觉得呢，这个原来老的场标大家也都看到是一个旋转的一个空中兵，那么这一次呢，正好徐克导演这个影片它有非常浓烈的这个中华文化底蕴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场标往这边去靠拢去设计了。那么也就是说，江山与人民的这个情怀，在这次我们的新的动态 logo 里头展现出来了。我也先不多说，先请大家大年初一看那个《射雕》的片头。好，我们都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在《射雕》的故事当中会看到很多啊，比如家国的情谊、江湖的逍遥、战争的残酷，但当中也有江湖儿女的这种相爱相守的真情。预告片当时一出来的时候，我看很多人啊，听到那首《世间始终你好》，都说自己 DNA 动了，这感觉很多回忆关于武侠那种情怀就马上回来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形式给大家展现这首歌。我们有一位唢呐演奏博主孙明川，川字唢呐，他带着自己的唢呐呢，去到了上海的外滩现场演奏。我们把这个视频带给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位博主带来的这个小视频啊，想问问大家，这个听到感觉怎么样？哎，大姐刚才已经跟我私底下分享了一下，我觉得好感动，会有很多那些画面走出来，那些英雄啊，那些武侠啊，那些感情都存在，那些情怀都在。那首歌刚才一听。我那些歌词全部都记忆都回来了，是吧？对呀、啊，要现场给我们。问世間是否自山最高？呼哈，对，一定要有这个呼哈精華。那个真的是太感动了，对，所有的那些感情都在。我觉得那些年轻人把那个武侠精神沿袭下去吧，真的，对，传承下去。希望我们这部《射雕》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种武侠精神传承的开始。是的，是的。导演，刚才看您也有话要说。我看到他刚才唱了，我觉得他可以来唱主题曲，是不是？不，他是王蓉啊。对啊，你看他的气势跟他的有感觉，真的吗？对，他的帅气跟王蓉很像。嗯，那其实没听过唢呐吹着歌啊，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效果，很让人有热血的那种感觉。我之前听过香港中乐团，他们全部都用就是传统乐器演奏的一版《世间始终你好》，唢呐独奏也是第一次，但是就会觉得好像唢呐跟武侠好适配啊，适配度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因为其实你讲起这歌，我就想起王詹了啊，他是写歌人，而且他很厉害，所以一听到歌我就想起他，还是他是这么久以来歌还在，音乐还在，感觉还在。他好像还都在我们身边。哎，其实我就突然有个想法啊，跟导演探讨，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发起一个二创，就这首歌让更多的我们有很多有才华的博主啊，他们可能会擅长很多的民乐，甚至比如说我们马头琴，是吧？来演奏一下《世间始终你好》，大家可以来一个接力，然后对吧？然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来一个这样的接力。阿如娜觉得怎么样？非常好，马头琴、小提琴、中提琴都行。哦，大提琴还有人可以吼，对对，最重要是吼哈，是吧？这很重要。精髓就是吼哈。我们也借着这首歌啊，借着这种对于武侠精神的表达，还有对这种真情的表达，把祝福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的第2轮祝福，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心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第3轮的祝福了，就是要祝大家身体好。怎么来送这个祝福呢？跟几位主创报备一下，就是因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预告片出来之后，很多我们的武侠迷们就热血沸腾了起来。其中有一些专业人士，他们甚至为我们的电影《降龙十八掌》创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健身招式啊。是的，哎，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武当三风派传承人武当韩湘子，有请他出场给我们带来这段表演。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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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武当寒香子带来的降龙18掌。我们之前沟通过，因为这套打完真的很耗内力，所以他这会儿会很喘。我们请他先休息一下啊。然后其实也能看出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描绘出来的那个降龙18掌到底是什么样子。也问一下，因为我发现肖战和阿如娜你们都看得很认真啊。先问肖战吧，觉得刚才在看的时候，你有对比自己的那个招式吗？行云流水，然后感觉自己的 DNA 也动了，回到了当时在拍摄的时候的很多记忆。虽然身子坐在椅子上，但是心已经跟着他的拳法开始动了，是吧？是。那阿如娜呢？话都让你给说了，怎么办？跟安达心意相通，说的都是你想说的。对，行云流水，确实是辛苦老师，完了老师也走了。不是他还在现场呢，一会儿你们可以切磋一下。对，我就学到了这个啊，是不是爪？这个对。导演，这应该是什么？是龙爪吗？有个虎爪，我觉得是虎爪，不过，也是掌了，也是掌。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在大年初一看完《射雕》这部电影之后，大家有更多从电影衍生出来的自己新的想法、新的创意，然后进行二创。我相信主创们也会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武侠精神、武侠文化的传播。那我们直播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要想问到副总。徐导还有肖战的，因为其实电影的名字一出来，说《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很多人就已经开始讨论了。这里说的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上的侠？怎么去理解这个？想听听三位的看法。我先啊，我觉得侠是我们中国人2000多年来传递下来的一个对人的一种完美的精神的一种向往啊，侠志是一个有正义，而且带给人一种希望，解决问题，辅助弱小，去解决一些庞大这个弱小给欺诈的一种力量，它黑暗力量对抗黑暗力量的一种正义感，在过程里也演变到如今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除了他有这种正义感之外，还需要有一个他分辨是非，这种正义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是帮人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一下子，我觉得来到现在，侠之大者，就是说，除了我们有一份信念的话，还有一种分辨是非的这种智慧，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侠之大者。我觉得这个从古代的侠呢，是那种扶危济困，在当今呢，我觉得我们身边有无数在各行各业，像我们的边疆的守卫的子弟兵，我们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等等辛勤的劳动者，他们的付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侠，这就是当代的侠之大者，这是我的体会。我自己对侠的理解，我认为是要心怀大义，然后一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不是侠。我之前也反复会说，我说那侠是需要去帮助他人，伸出你的援手，然后也需要去心系天下苍生。这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侠之大者。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在当下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侠。侠不仅是要救人于水火，其实也是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勇敢付出、默默努力的普通人。其实只要心怀正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侠。谢谢三位的分享。那具体主创们会怎么样在电影中呈现侠之大者的精神，我们就把悬念留到大年初一。那直播的最后，我们要送上今天拜年会的最后一轮祝福了，我们大家就自由发挥，依次来送出祝福给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给我们的电影观众。导演先来。这个祝大家这个万事如意，这个在春节过一个温馨、热闹跟浪漫的春节来看《射雕》。好。
感谢所有关注《射雕英雄侠之大者》的观众们，祝中国电影在蛇年更上一层楼。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健健康康、顺顺利利。那大年初一也请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收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谢谢。祝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此刻的屏幕前的侠之大者，各路大侠，希望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谢谢。感谢剧组里头所有的主创，希望大家在年初一感受武侠的震撼和浪漫。非常感谢射雕这次拍摄的经历，然后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顺风顺水，事事如意，谢谢。新的2025年一定祝大家有新的气象，怎么能有新的气象？那一定走进电影院去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谢谢。托雷，你造次了，你的傅涵还没有说话呢。没事，开玩笑。我们大涵压轴，好不好？来，感谢今天现场和屏幕前所有观众，祝大家新年红红火火。哎，问一下大涵，我们蒙语的新年快乐怎么说？可以送给大家一句吗？您拿手，您拿麦。他的赛很新的嘞。好，我们介绍到这份。他的赛很新的了嘞。啊，玩意儿了。好，最后 A 大姐，感谢每个喜欢武侠电影的观众，祝中国武侠越做越好，祝福大家。好，谢谢我们所有的主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举起面前的这个茶碗，我们以茶代酒，敬每一个人自己心中的大侠，也敬我们可亲可爱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阿如娜很特别啊，对，阿如娜跟大涵很特别。好，我们也请几位起身，我们先端着茶碗，在这里一起合影一张。对，我们向中间靠拢，先对。我们先在原地，然后向我们的副总跟徐克导演靠拢，大家挨近一些。对，我们举起茶碗，敬心中的大侠，也敬可亲可爱的观众。我们记录下这一刻，看前面这位举手的摄影师。好，我们也期待大年初一射雕电影跟大家见面，期待每位观众朋友的支持。好，接下来我们把茶碗可以先放下，我们移步到台前来，再拍一张大合影。这里。哦，要怎么样？这个位置可以吗？好。好的，我们再次记录一下这个要一起拜年的手势，是不是？因为今天也是小年嘛，同样把这个关于年的祝福送给大家。好了，谢谢我们所有的主创们，也谢谢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拜年会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我们大年初一影院见。还是那句话。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四海同尊，一步江湖。谢谢主创们，也祝大家小年快乐，小年快乐，小年快乐。可以回去吃饺子了，辛苦阿瑞娜。